我不知道我们两个还能走多久，一起出去也从不让我牵着你的手。还记得那个雨夜，我独自站在街道口，给你送个吃的都被拒绝在门口。有次麻烦别人，也从不向我开口，总秀性感还仗着让别人来瞅。跑去报班还跟我说你在遛着狗，忘记接你电话就随便对着我来吼。任何你的事也从不对我招手，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男朋友。这个说唱形式很新潮，我实话实说没听明白，但是有一句话我最后好像听明白了，大意是说我到底是不是你的男朋友？男生为何会有如此大的抱怨呢？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小郑25岁，来自江西个体；小飞24岁，来自江西个体。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老师，你大概那个唱的是啥子意思啊？那些都是我自己写的哦，对了，也是这么久以来，是我一直心里想说的一些心里话哦。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话，其实也没有很久，就小半年啊。本来按道理是一个热恋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我现在一直在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哦。因为现在我们的关系特别紧张，包括我跟她之间，以及她跟我们家之间这样的一个关系，我和她是一个这种谍战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跟我家里是一个口舌战的一个状态，而今天来到这里也是想问一下，我们两个要不要继续走下去？哦，你跟他是谍战状态，跟你家里是什么状态？舌战。到我们这儿呢，就保卫战嘛。你 rap 不这写这个吗？对吧？饶舌歌手嘛，怎么回事啊？这个啊，可能他觉得我有点高冷吧，高冷，觉得我不太就是关心他什么啊。还有就是他嫌弃我穿的比较就是欧美风吧。他的欧是哪种欧？就比如穿一个低领的，还有这种不是小吊带，他的吊带就特别细，风一吹就断的那种。吹断过吗？这个我吹不到。然后他高冷就只是对我，他那个跟其他粉丝互动的时候，特别的活泼，特别的热情啊。但是下来就对我就是一个高冷脸。好，我来慢慢问啊。资料上面说您是个体是吧？对。那您个体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我做服装的。是在网上开的网店呢，还是在实体加批发？现在能做实体店的不容易啊，等于实体女装偏欧美风店的店主，是这意思吧？对。您是做什么的？上面也是个体传媒工作室。怎么认识的呢？也是一个巧合。因为那时候就年边，我姐在她那里买了一件衣服，然后你姐在她那儿买了件衣服，然后不满意，叫我去退货。然后我也是在网上联系了客服，然后他回了我，正好我发现退货地址是在本地，哎，我说那我直接拿过去。机缘巧合就见到了面，就觉得还不错。哦。对，然后后面就有加了个微信联系。然后后面就确认关系。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还互动会比较频繁，但是到后来，因为之前也是可能是我工作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是在公司上班，可能时间会比较富裕，但是后来自己出来做工作室以后，可能时间上没有太照顾到他，然后就对我就变了个味道。所谓的变了味道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比如就难得有一次是我休息呗，我也知道他累嘛。我说休息，我们两个出去放松一下。然后他说他累，在家里休息。那你在家里休息就在家里休息。结果你那天去干嘛了？晚上我朋友发个照片给我，看到你在酒吧跟别人玩。那你知道你怎么不把我逮回去嘞？问题是我敢逮吗？我不敢啊。怎么不敢？你都没事，你怎么就说你不敢？你不是一次两次跟我讲，你说我的事你不要管，没经过我同意你不要管。你怎么不试一下看嘞？有点意思了啊！这俩人的逻辑他是这么个逻辑，你为什么骗我？怎么了？抓我呀！抓我呀！是不是这逻辑？这不是这样子的。你们就这逻辑吗？他说他的原话是说你骗我，你说你在家里休息，你却和别的朋友去了酒吧，是不是？其实这个，所以你应该说，哎，对不住啊，我不应该骗你或者怎么着。他来一句，你抓我呀？你怎么不来抓我呀？对吧？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希望他去把你抓回去？对，他可以给我说啊，而不是说就后来给我算账啊。那你这么说，我们就听明白了，对不对？你们俩是挺像打谍战的，这就算谍战的一种，对吧？对，就是别人盯梢发现了，向你汇报了，可是你也没办法，对吧？还打过什么样的谍战呀？
之前我们刚交往的时候，出差也就1个月去个2、3次，哎，比较正常嘛。但是后面就这段时间，这就是1个月去个7、8次，然后甚至那天就是进货没货，我说去接他，他说不用，我们待会儿回来。然后结果是他朋友去接他的。这个我有话说啊，因为我们做服装这一行的，就是因为我们去的频繁，就代表我们生意好。所以我觉得你就是不想我生意好呗，那我就待在家里不要出门呗。你生意好，你去1个月之前你……对啊，我生意好，我没货了，我肯定要对我的客户有交代，我那是不是要去上货？他就非得怀疑我在外面有男的，你知道吧？那你上货真的拿货回来啊？我拿货，我肯定是货不跟人走，那么多货怎么拿？肯定是走物流啊。你人回来为什么要你朋友接呢？为什么不麻烦？你是心里没数吗？上次我给你打电话来的，你不也是出差？我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是不接我电话来的？我为什么出去酒吧玩？是不是？不理我我就出去玩呗。那次开会我跟他讲过，我说开会，我说事后开会，会后跟你讲，我说我在开会接不了电话，客户我总不可能当着客户面回手机回个电话发个短信，事后跟你讲了没有？那你是那么晚之后才回，那么晚？听我拦一句啊，你是不是吃他的醋了？那肯定吃过。你是不是心里没谱，怕他跑了？啊，是不是这意思？直接说就行了嘛，说什么进货朋友接，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啊。我问问啊，你喜欢他啊？喜欢啊。喜欢他什么呢？他以前其实对我蛮好的。哦，蛮好的。也挺感动的。啊，最近才过来啊。所以那是以前的事儿，对不对？那他为什么就会觉得你出去拿货，可能就是见别的男人，或者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胡思乱想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我问问啊，你们双方的朋友圈子里面都知道你们俩在谈恋爱吗？不知道，我没有公开。那你为什么没公开呢？因为他家里不喜欢我呀。这还扯上家里了。对，因为他家不喜欢我，就没有必要。咱一会儿说家里的啊，咱先把朋友的事儿说开啊。啊。你的朋友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的。不知道。不知道你有男朋友。不知道。那现在就意味着还有很多单身的男士追求您呗？没有啊。真没人追？真没有。不是为了安慰他是吧？不是安慰他。兄弟，没事了。不是。你介不介意他不把你们俩的这个恋爱关系公之于众？介意。不光是他不让他朋友知道啊，他也不让我朋友知道。对，为什么不让人家朋友知道呢？就弄得跟地下战一样。哦，所以他说是谍战嘛。你家里怎么回事？他刚说家里是怎么回事？其实最开始的是因为姐姐，你知道吗？然后姐姐接受不了我了，还是怎样？她就觉得我穿着暴露了，可能有一点。然后呢，就是死活就是不能在一起。那既然不能在一起，那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公开呀。是这样的，因为我姐姐是之前有在她那买过衣服，然后对她店有所了解，因为她自己的店的衣服都自己拍的嘛，尺度有点大。然后我姐跟我们家里是比较这种传统的家庭，然后就之前难得一次同意跟我去见一下我姐，前一天我还叮嘱她，你这个衣服的尺度是不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包括临了的时候我还跟她说了一下，结果那天她还是穿着很性感的那种衣服。你说性感就性感，你嘴巴甜一点，对不对？然后他全程不说话，就在那里玩手机，就很尴尬。你那天到底穿成什么样了？我想象不出来一套衣服会让一个人，你到底穿成什么样了？有一个吊带裙啊。哦，吊带裙。对啊，吊带，那个吊带。哎，行吧，就是姐姐不喜欢呗。你姐的意见很重要吗？现在家里那边我现在还能就是扛得住。现在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所有的信息对我的都是隐瞒的。什么叫所有的信息都隐瞒啊？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我上次我家灯泡坏了，找了别人修没找他。我开始是找了那个电工来的，电工因为没空嘛，因为就一个灯泡他也不愿意过来，然后我就找我朋友过来修了一下。他就说是意思说我找别人都不找他。那你那天忙啊，你累啊，我心疼你不可以吗？哎，你们俩交流的好吗？我俩交流特别简单啊，就是我不管说了什么，他永远就是那么几个字，不。吃了吗？晚上有事吗？没。看电影去吗？不去。新开的火锅店不错，晚上一起去吃吗？不吃。那你晚上想干嘛？我带你去啊。不想出门，你自己玩吧。你回的？回了。我觉得我不想出去啊，那你自己去玩啊。痛吗？所以你觉得他对你太冷了是吧？是有点冷。然后就有一次我因为现在是自己做嘛，就有时候会熬夜，经常熬夜。有一次就是不舒服，在医院挂点滴，打电话想让他过来看一下，他顺便帮我再带点东西过来。然后他这时回了我3个字，
啥？多了一个字，多喝水。叫他多喝点水，生病了不是多喝点水吗？人家男女朋友是吧？男朋友生个病，3个字，大家都想特别浪漫的3个字，哪3个字之类的。你老人给我回多喝水3个字。生病本来就应该多喝点水啊。哎，要不然我跟我说啊，我要是想我过去看你，我就过去啊。那你倒是来呀！对啊，我说完之后你也没说什么，就叫我早点休息，那不就早点休息呗？我就休息睡觉啊。这是来闹关怀的，对吧？还没听懂啊？那你直接说呗，你说我病了，希望你关怀一下我。不是在你们俩交往期间，你生过病吗？生过。你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我不说啊。为啥不说呢？生病没什么啊，去医院看一下呗。要不然喝点水不就好了？那这也这样的。那你跟男朋友说一下，不是有个寄托吗？干嘛要给他找一些负担啊？我觉得没必要，自己能过的事情，为什么非要找别人来做？对，你看人家这很独立啊，你也应该这样，知道吗？是蛮喜欢他独立，但我独立，他现在把我孤立了。他怎么孤立你的呢？就信息不告诉我，然后朋友圈也不公开，我还有酒吧也不跟我讲，有什么事也不跟我讲，然后我生病，让我自己多喝水。你是觉得因为他们家人不同意，所以你们俩没什么前途，你也就谈着玩玩得了，是这意思吗？不是，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自己在他认识我之前，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知道吗？并不是说我对他一个人是这样，我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哦，就是你是都很公平对待的，是这意思吧？对的，一律公平对待。唉，所以那些不就成前任男友了吗？你这也准备变前任？不会啊，不一定啊。那你得换一种相处方式啊。我的性格现在又不是1时2、2回就能改得掉的东西，明白？对不对？就你不希望他老黏着你是吗？或者你们俩黏黏糊糊在一起是吧？那你想象中挺好的叫恋爱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你们现在你觉得算谈恋爱吗？算啊，这不算谈恋爱吗？算哈。你打算什么时候昭告天下？等真的是2个人解决到家里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公开了。好，因为我觉得我不穿个衣服，这是我的工作啊。王婆卖过还是自夸了，我自己卖衣服我自己不穿的，对不对？你现在觉得是什么呀？现在就是被冷落了是吧？对，跟你想象的恋爱关系不太一样，就这意思吗？完全找不到感觉了已经。好了，我没问题了啊。来，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咱们暂且啊，先不谈家人反对的事儿，也不谈他性格的事儿，更不要说什么信任呐、没有安全感，先不聊。我们先聊聊啊，这个恋爱呢的正确的姿势。恋爱有3种状态，第一种就是爱上了别人，第2种被别人爱，第3种是彼此相爱。很多人认为这都是在恋爱，其实头2种是假恋爱。任何假恋爱是不可能得到真结果的，不具双边性的付出，不可能有成功，只能是毫无意义的独角戏。各自在各自那个状态当中，要不纠结，要不迷醉，这就是所谓的痴男怨女。你们俩回味一下，你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呀？自己怎么用心也热不了那块石头。有这种感觉，就意味着你们在假恋爱呢。好像名义上是说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面临了家人的反对，我们在一起。我这么优秀，我这么性感，凭什么你们家人居然还要反对我？那好，你去把你们家人的问题解决，我没有问题。所以你心里没有他，但凡心里有他的话，不可能他明明说，哎，今天去见我姐姐，他可能对你的着装呢接受不了，咱能不能换一种更漂亮让他能接受的服饰？不能，因为你不会替他去着想，你不会在乎他的感觉。我不相信一个真正你爱上这个人的状态下，你愿意这么隐藏自己，一定会把自己幸福公之于众的，这所谓的晒幸福。比如我。所以说当你们没有进入状态的时候，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根本就不是在谈恋爱，不要再耽误对方了。但凡你要是爱上他，一定是为他会付出很多，即使穿上自己觉得不习惯的衣服，但是为了他绽开的笑容，你心里感到舒服。慢慢的也可能你的着装习惯会因他而改变，同样他的审美也会因你而做变化。这是相爱。前男友也没有走进你的心里，他也没有真正找到那个相爱的人去相爱，去彼此的付出，这样才可能得到真爱。明白了吗？找你们各自的真爱去吧，就这样。好，谢谢曲总。男生就今天女生穿的这身衣服，如果去见你的姐姐，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姐姐会觉得有问题吗？不会吧？
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为什么穿这身来节目？因为电视台要求不可以穿得太暴露，因为他对节目够重视、够尊重，他知道这是要上电视的。同样，如果他对你够重视、够尊重的话，他知道见你姐姐是一件多么大的事儿，我应该去挑一身其实我觉得我可以插一个，你知道吗？其实见姐姐这件事情，其实我有话说的。你说？因为当时是5点那钟、6点那钟的时候，我刚下班收摊，就是关档的时候。那时候是我刚做完生意，然后的话，我说他们催得比较紧，所以我就没有换衣服。因为女孩子换个衣服、洗个澡、出门，然后又堵车，至少要花到半个小时。我不想他们的，所以我就直接过去了。好，所以我说你不够重视跟他姐姐见面的这一次约会，是有一些冤枉你，是不是？对。好，那接下来再来说，你不把他公开在自己的朋友圈，你不愿意为了他做一些妥协。你甚至对他为花心思跟你去做的一种偶遇无动于衷，这些你又有什么样的借口来说呢？我没有借口啊。所以通过以上这3点也可以见得他对你没有那么看重，最起码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没有那么的高，没有那么的重要。我不说爱没爱上这个词儿，我觉得可能只是你的一些行为打动了他，也或者在他此阶段，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角色在他身边，所以他一直不跟你分手。他需要依赖一个男人，但是你可能没有达到他依赖的那个人的要求。所以说白了，你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你只是他人生当中、爱情当中的一个过客。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清醒的是你，好吧？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好，谢谢。我觉得你在台上表现的很多什么就这样啊，那就行喽。不，我觉得那种所谓的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是有点装出来的，在装洒脱。我始终认为一些行为大胆或者是穿着比较 open 的一些女士，其实内心有很脆弱的力。我觉得其实你内心真正不满意的是这个男生没有走入到你的内心深处，同时他更没有帮助自己的家人来了解自己。但我想说的是，其实要别人了解你，你首先得打开自己，你不能假装满脸潇洒满不在乎的样子，而不说出自己内心真正的话。也许你对于他的偶遇，也许你对于他的一些细节你是很认可的，但你偏偏不说，感觉好像在逗一个愣头青逗着玩一样。但其实就这么斗着下去的话，你们两人之间互相的交流永远不能往前走。所以谈恋爱不是一个客不客气的问题，我倒有的时候挺欣赏两个人之间没脸没皮的样子。该有自尊的有自尊，那是底线问题。在交流方面还是能够打开彼此最重要。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总是欲擒故纵的样子，那其实是伤害自己。就这。好，谢谢涂老师。所有人恋爱都是感觉，这个感觉是什么？歌词写得很好啊，见面时的呼吸都反复练习啊，原曲也写得很好啊，恨杨柳挂不住斜晖啊，受不了你的走啊，宋词也很好啊，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啊，寂寥的心情，人类的感情一定是相通的呀。我们就算那些理性的东西都是事实，可是姑娘，你要问一下你的内心，你跟这个男人恋爱的时候，你心真的动过吗？你真的对他有思念吗？你真的对他有盼望吗？男生有，对吧？女生你有吗？如果你都有，那好啊，男生就跟家里去博弈啊，你帮他呀，你们共进啊。如果你真的没有，在恋爱当中连这种心动或者叫心跳的感觉都没有，那我觉得就不要骗人了。人是最高级的动物，动物的一大功能是直觉。如果我们失去了对情感的直觉判断，那我们还谈什么爱呢？你就问问你是否对他心动过，是不是还在心动着？现在这个状态考虑家庭干什么呀？你们先把自己的坎儿过去。男生也是一样，你真爱他，你真在意他，你会那么胡思乱想吗？你不用看我，你问你自己吧。
那不是爱。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就我们也走到今天也不容易，然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们互动还比较多，你也会问我累不累，也会让我多休息。然后但是现在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对我这样，是不是我哪里有冷落到你？我觉得我的热情已经在慢慢消耗殆尽，我怕我自己坚持不下去。然后我想问问你，你还愿不愿意和我一起面对我们2个之间的问题？家里那边我会去想办法沟通，去安抚他们。然后就最后再想问你一句话，你还愿不愿意跟我走？哎呦妈呀，你还怪别人呢？3个字的事儿，说了1分钟，人家也没法回答。谢谢2位，请回吧，谢谢你们，请回。他是不是觉得，来，请关门，他是不是觉得这门转开了，可能就是女生的一个态度，是吧？所以把自己这点乌里乌嘟委屈全说出来了。唉，看到这种谈恋爱的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挺替他们着急？抱一抱，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人有时候特别愿意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自我欺骗。明明知道对方不再爱你，不再喜欢你了，老是想着万一呢？情感的事情很纯粹，不要想万一那一点点。好了。